从2020年第一个概念匹配发布，到2024年游戏正式上线，整整4年。这4年间，我的身份从一个学生变成了初入社会的打工人，后来又成了游戏自媒体，爱好变成了工作，体验过的游戏越来越多，不知不觉也患上了电子异地。感谢黑神话悟空治好了我的病，但是瘾上来了怎么办呀？这天命，你还想要吗？哪有什么天命，都是贪心。此番轮回，别想再轻易解年少不可得之物，终将困其一生。黑神话悟空可能就是我们这些从小喜欢游戏的老登，年少时最想要的那个游戏，就有一种人到中年又见儿时初恋的感觉。游戏共有81个成就，也印证了81难。黑风山、黄风岭、小西天、黄花观，这些存在于想象中的地狱，逐一呈现在玩家眼前，场景刻画细节满满，经文、典故、神话故事，这些富含东方文化的标志，令我每一次抵达一片新区域时，都会驻足一段时间，去欣赏、去感受这种梦想照进现实的感觉。与这份典雅相对的，就是激烈的战斗。就差一点，就差一点，就差一点了！2棒子，1棒子，别，没死，过了，牛逼！如果你是魂类老玩家，那么黑神话悟空的 BOSS 难度其实不算特别高，也没有粪怪，一些难度较高的 BOSS 也都有对应的方法可以应付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游戏在指令的优先级上设计得非常好。玩了这么长时间，我还没有出现过攻击指令被莫名卡手、翻滚指令延迟的问题，这跟我的新装备也脱不了关系，一会儿给大家揭秘。另一方面 ，BOSS 密度之高也令我叹为观止，真是印证了神佛倒台、妖魔遍地这句话。光是黑风山就有11个 BOSS， 是的，11个。这要是放在别的游戏里，不得先让你做几个跑腿任务，水几个小时的流程啊！高下立判，游戏科学真是太大方了。本来我以为近100个 BOSS 传闻是胡说的，看着第一关就有如此海量的内容，还真就可信了不少。为了畅玩黑神话悟空，大家一定要调好画面设置，在保证帧率的情况下，感受游戏科学给我们带来的视觉震撼。工欲利其器，必先善其事。这里想问大家，给黑猴准备了什么硬件支持呢？升级显卡 CPU 自然是最优解，但是如果预算有限，也可以考虑选购 PS5。不过 PS5 内置储存空间实在太小了，一般也是800G。抛去系统占用的，就只有600G 可以装游戏。现在游戏的大小5个就差不多装满了，可以考虑购入一手 SSD 进行拓展。个人建议，如果有想升级配置的玩家，可以在京东上入手这款智泰 Type Plus 7001固态硬盘黑神话悟空联名版。这款产品采用长江存储、精湛 X-Stacking 架构的先进闪存技术，能达到7000兆每秒的对齐速度，性能强，速度快，加载图条不用等待。除了上面说到的指令不卡手、无卡顿以外，各种悟空大型场景在切换，就像飘柔一样流畅丝滑，各种高负载场景轻松拿下。超级金箍棒就是直接冲啊，兄弟们！智泰这款联名款还送天命人专属 ID 身份卡，上面的图案是特别绘制的龙宫夺宝情节，获取读出你的黑猴编号，收藏价值拉满，勇闯西游。身份卡在说明书的下面，可别错过啊！说回游戏本身，除了多到慷慨的 BOSS 数量、细节入微的场景刻画以外，游戏内还存在着琳琅满目的可采集资源要素，可谓遍地都是。搭配上同样丰富的养成系统，哪怕一个血瓶都能玩出花来，让玩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提升自己的战力，攻克难关。仿佛是游戏科学在告诉玩家，通往成功道路不止一条。对于游戏科学而言，黑神话悟空无疑是成功的，是团队运筹帷幄、倾尽心血的杰作。同时，它也是对国内手游、网游、页游为主的大胆尝试，是对国内氪金游戏发起的冲锋。如果这款耗时5年、投资数亿的产品失败了，不仅是对游戏科学团队的打击，恐怕还会让国内单机游戏的领域步入寒冬。不过好在他赢了。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孙悟空，他可能是61年动画电影《大闹天宫》中的齐天大圣，或者86版《西游记》中的孙行者，电影《大话西游》中的至尊宝等等。而如今，万千种形象汇聚于此，此刻我们都是天命人。既见未来，为何不败？儿时，我们都曾幻想过自己有一天也能成为齐天大圣，上天入地，无所不能。那时我们很小，梦想却很大。时光荏苒，我们都越长越大了，可梦想却越来越小。金河在老师在《悟空传》中写过这样一句话：也许每个人出生的时候都以为这天地是为他一个人而存在的，当他发现自己错的时候，他便开始长大了。人都会长大的，
生活也会继续向前。感谢游戏科学圆了儿时的梦想，让我们在打开游戏的一刻，可以放下生活的包袱，去踏遍这一方世界，做回自己的英雄。